我是杨生全，是你们的儿子杨生全啊！可在别人眼里你不是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让别人说闲话呀。我又不是别人的儿子，你管别人说什么？是，你是不是别人的儿子？可你是龙王的儿子呀。对呀，龙王的儿子毕安已经死了，我自己都忘记了，为什么你们还总惦记着呢？生全，来，阿娘手镯怕缝坏了，才找裁缝做的。来，试试合不合身？不合身呢，再去改改啊。我不是，我不会穿它的。做都做了，你又不穿，我又穿不出去，那不是糟蹋了吗？对呀，你们把它拿去退掉吧。这怎么退得掉啊？我们买的料子，再请裁缝做的。你叫我们退给绸缎庄还是裁缝铺啊？那好，退也退不掉，反正我也不穿，我就毁了它，让你们长些记性，别再对我另眼相看了。这可怎么是好？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这个混蛋东西，你是一头大肥猪换来的，你怎么给烧了呀？哎呀，你真是不知好歹！我们卖了猪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用，一大笔银子呀！你不心疼，我们还心疼呢！哎呀，你这个败家子儿！你说说，你活活把我们气死呀！你还有点良心吗？气死我们呀！阿爹阿娘，你们肯打我了！你们终于把我当成真的杨生全了！王子饶命啊！王子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我们再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原来我刚才真是白高兴了。你们是怎么了？我只想做一个寻常渔民的儿子，为什么还是这么难啊？多好呀！汪家那样的亲戚，谁能攀得上？这默娘太过分了。哎，搬去泉州做郎中，那是什么日子？哎，你说这丫头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她中了哪路邪了？阿爹。哦。阿爹啊，您真不能再由着她了。您听听邻居都是怎么说的，说我这个当阿嫂的不管小姑子由着她，说我贪图她的名声，沾她的光。你待她很好，爹心里明白，很明白。阿爹一个人明白也没用啊，可是这左右邻居都指着我的脊梁骨呢。现在我是不敢出门了，我怕抬不起头来。你心里的苦，爹是知道的。人家想说呀，就让人家说去吧，你也不必去理会了啊。俗话说了，这女大当嫁，这么大的姑娘，留在家里也不嫁，这说不过去啊。哎，你看着办吧。都说长嫂若无，就听你的，你说了算吧，啊。哟，这谁做的呀？看
肯定是生全做的。山泉，吃饭了。生全，生全，二大娘，快来啊！看这封信。阿爹阿娘，原谅我不辞而别，我不会回龙宫，去哪儿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我不会回来了。啊！我化成杨生全的形象，本来是替他尽孝的，没想到我还要二位老人为我操心。你们对我关心备至，百依百顺，甚至毕恭毕敬。我无能，没有给你们带来幸福和快乐，反而给你们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和无穷的负担。阿爹阿娘，我会回来看你们的。如果我再待下去，对你们是无形的伤害和无止的拖累啊！所以，我只有离开。全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全儿，你就这样走了，你的娘心怎么放得下呀？珊珊，生快去全，找找吧。生全，儿子在哪儿啊？哎呦，王公子，你看我们家茶壶里的水都让你喝干了，要不你今天先回去吧，啊？没事没事，我就不喝了。林姑娘貌若天仙，身怀绝技，威名远扬，自然架子高，眼光高。但是我相信，坚持到底，就是笑到最后的人。啊，我再等等。哎，你，我们家管你饭还可以，可是晚上没地儿住啊。那我明天再来。当年刘备请诸葛亮的时候，还3顾茅庐呢。我3顾，30顾林家，我就不相信感动不了他。告辞。啊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哎，王公子，哎，王公子，我明天再来。你的东西，王公子，来，你先拿回去。燕公又没有来。殿下，燕瘸子一定是想不出什么高招，怕殿下赏赐耳光，所以避而不见。这么说，你们想出高招了？殿下，你也知道小的们想不出什么高招了，你也别再折磨小的们了。是啊，你就直接打吧。不过，为了龙宫的形象，为了殿下的面子，小的恳求殿下别再打脸了，打屁股吧。对，打屁股吧。是。我倒是想出一条妙计。好了，我的心情不错，免你们的打了。不过我这一计要高过上一计，我们现在要改杀人为抢人。抢人？抢人抢一堆女人给老龙王当妃子啊！这个主意好！龙王的身体不行了，咱们找一帮骚娘们去折腾他，哪怕要不了他的命，也让他每天沉迷酒色，不问王政，到时候王爷殿下就可以一手遮天了。老龙王现在已经没有这份雅兴了。那倒是，殿下是有这种雅兴，不过不是身边有个母老虎管着吗？殿下说不赏你们了，我可没说。要不要我赏你们几个呀？我们不敢，我倒是有雅兴，可殿下没这意见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抢男人，不抢女人。只抢男人？这东海里公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母的倒是可以多多益善呐。咱们从海上要抢清一色的男人，充当劳工。到时候，我要给父王在路上修建一座行宫。这座行宫嘛，就建在咱们杀死老乌龟的那座无名岛上。那座岛屿荒无人烟，便于咱们秘密修建行宫。殿下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孝心了？你去霸占老龙王，让老龙王让位给你啊！就算我有这个孝心，老龙王也不会这么好心。我这一计已经想了很久了。
是殿下，我怎么没觉得这是妙计呢？这明明是一番小心嘛！这恰恰是殿下的高明之处。表面上是讨好龙王便于龙王接受，实际上是给老东西挖陷阱下套呢。等行宫修建好之后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民夫通通杀死喂鱼。整个天庭一定会震惊，我就在第一时间禀告天庭。这下真是贼喊捉贼！我那可怜的父王才是老贼。到时候我会说，东海龙王强掳万民渔夫，为自己修建行宫。竣工之后，将所有民夫杀死灭口。天庭一定会震惊，玉皇大帝一定会废掉老龙王。而我呢，我是东海最有实力的王位候选。我因为告密有功，这样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东海的新主。俗话说，小屁不臭，臭屁不响。只有咱们殿下的屁才会像这样，又臭又响。住嘴！你们阴阳怪气的，是在骂本王子吗？不敢。殿下，我们这是在夸您呢。你的夸比骂还难听呢。退一万步说，老龙王不会被废掉，也会被赶到陆地上去。到时候东海就是本王子说了算。是啊，本王子也能做一个没有王位的龙王，比摄政王强多了。此妙计是砒霜里掺辣椒，又毒又辣呀！这恐怕够老龙王受的。这个好倒是好，就是费点事儿。你说建这么大的行宫，这要建多久啊？要不了多久，几千年我都等了，不差这几天。这个事情只要得到龙王的同意，咱们就把这个罪行做实了。这个老糊涂肯定会同意的，还好我有我老娘这张王牌。等取得父王的恩准，咱们就可以大张旗鼓的开干了。阿姐，阿姐。阿姐，哎呀，你都淋湿了吧？总算找到你了。桂花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的饭呢？我都快饿死了。你的饭在咱家锅里呢，你饿死了，家里等你都等得急死了。这不叫我过来找你了呗？我还以为你给我送饭来了呢，原来是让我回去。哎，阿姐，今天还真有几个好的，你见了一定会动心的。我说了，我不嫁人。哎呀，阿姐，你回去看看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也好有个交代嘛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怎么想的。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是那个吴公子人在哪儿呢？说不定他已经成亲了。你这样等他，这不也是枉然吗？你又来了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跟吴公子只是朋友。走吧。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是不是又去救死扶伤了？哎呀，他哪是扶伤啊，简直就是负心！好啊，我要吃饭喽！哎呀，你说我阿姐救苦救难的时候吧，就义无反顾；这一到相女婿的时候就害羞了，宁愿饿着肚子，硬是在外面躲了一整天呢。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来相亲的人呐，个个茶足饭饱，可你这个真正的主啊，饿成这个样子。明天家里啊，肯定跟赶集一样。哎呀，这该如何应付呀？哎，阿姐，你就应一下嘛。哎，行了啊，明天多准备些茶叶，多准备开水。大家都是从各地大老远来的，而且都是一片好心，就算招待人家吃一顿饭，那也是应该的，是吧？哦，你好好吃饭吧。哎呀。
你说啊，我们阿姐啊，救死扶伤，救苦救难，美丽无双，本来就美名在外。眼下这朵名花还没有婆家，自然就成抢手货啦。你看今天来相亲的吧，有湄洲岛的，哎，有我们老家金岸村的，有莆田的，还有泉州城的呢。阿姐，我真是羡慕死你了。我吃饱了。啊，你们说完了没有啊？我们说1万句有什么用啊？就等你那一句呢。就是啊。哎呀，刚才好饿，现在又撑死了。喝点茶消消食。阿姐，哎呀，他总是这样，又跑，真是。娘，你可一定得帮我呀！子儿啊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在这里跟娘说呢？哎呀，娘，你想多了。这件事情咱是越这么讲究，别人越觉得有事儿。我陪娘聊聊天，散散步，别人不会往别的地方想的。你父王一向比较谨慎，借陆地行宫，要取得他的恩准，恐怕还得周全考虑。哎呀，所以我才找您呢，是让您想想办法呀。这个嘛，哎，对了，你私下找个太医开几副虎狼之药，要吃了那种精神大振、强健有力的药。娘啊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可不想再要弟弟了啊，跟我抢王位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敢跟娘开这种玩笑呢？我可没开玩笑，我可不想再要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来给我争这个王位。哎，你呀，就是太狠了点儿啊！不然你父王早就把王位传给你了。哼，我狠，他狠才对啊！哼，谁让他不把王位让给我？龙王吃的春宫秘药还少吗？最近几百年里，他和那么多的妃子生过一男半女了吗？我要的是虎狼之药，是要让他感到病情突然好转，劲头足，精神旺就行了。哎，子儿，绝对不能在此药中下毒啊！要是东海龙王被毒死的话，玉皇大帝知道了，肯定要下令查个水落石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哎呀，这个简单，找个郎中开几副药，交给我了。你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。你只管把药弄来，其他的交给为娘就行了。孩儿明白，我绝对不会留后患。您放心。默娘啊，你为了完成救苦救难的理想，你想晚点嫁人，爹也不反对。可这毕竟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得早一点定下来啊，省得那些提亲的那个媒婆呀，整天上门来啊，搞得咱们家是鸡犬不宁的。阿姐，倒是说句话呀！这茶挺好喝的，就是茶叶放的少了，味道有点淡。小妹啊，你赶紧把这事定下来吧。你别说现在茶叶淡，到最后啊，连茶叶味儿都没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用了多少茶吗？光1天就半斤茶叶。那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所有来人都打发走，告诉他们，我林默娘今生今世也不嫁人。这样的话，不光是省茶叶，还省了烧开水的时间，最重要的是省了口舌是非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难道你想出家为尼啊？谁说女人非要嫁人？像吴姐一样嫁给汪小凡那样的人，还不如不嫁。哎，是你吴姐呀，这日子虽然是衣食无忧，但过得的确是不舒心。所以啊，我跟你阿嫂这才整天由着你的性儿，但这不是办法呀，默娘啊。
你还是得好好的找一个，好不好？阿爹、阿嫂，默娘已经决定了，终身不嫁。默娘，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？你告诉爹，爹给你做主。不是的，爹，你们多想一想，孩儿为什么受追捧啊？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吗？可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我呀，他们追捧的是我身怀绝技，能飞善打而已。他们垂青我的美名，可是我的美名又从何而来呢？只不过是在海面上抢过几次险，救过几次难而已啊。是啊，自古英雄爱美人，你既是英雄又是美人，这世道就得颠倒过来了。那些男人可得想着法儿的追捧你呢。救人济世，意义深远。老百姓之所以爱戴我，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我。这个世界上能嫁人的女人千千万，可是会法术能救人的却没有几个。默娘立志，一定要将自己的本事用好、用对、用长远，一生一世替国为民。小妹呀，可是这个嫁人和救人，它就不是一回事儿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和阿娘就都是没用的女人啦。阿嫂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就别再逼我了。二王子，你要的药，小的给你备好了。嘿嘿，辛苦了。是药3分毒，您一定要注意身体呀。放心，二王子心里有数。啊，那小的告退，二王子有事就随时吩咐。默娘，我也是个女人，我没你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。我只知道，作为女人，这嫁人生孩子，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这不嫁不育呀，那就是不忠不孝。你看你阿嫂我……哎，月莲，你打住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你不育，那不是你的错，那怎么能叫不忠不孝呢？不过，默娘啊，你也要为阿爹阿嫂，为这个家想一想。如果你不嫁的话，那村子里的闲言碎语，那到时候，那可真的是人言可畏啊！人言可畏才是畏，倘若置若罔闻，那何谓之有？默娘希望能够做一个像观音菩萨一样，独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正义、勇敢、大慈大爱的人。你不嫁人，你想让阿爹养你一辈子呀？你到处贴钱给人家治病，现在咱们的家底儿啊，薄得像一层窗户纸了。阿嫂，你别急嘛，海上有难的时候我才去救难，海上没难的时候，我可以跟着阿爹出海打鱼啊。我会法术，打的鱼肯定比别人更多，更贴补家用。我不会白吃白住的。反正你不嫁人，我这个当嫂子的，在左邻右舍面前是没法抬起头来了。阿爹阿嫂，我的性格你们也知道。默娘说了不嫁，就是皇帝赐婚我也不嫁。我进屋去了。阿姐，你就这样走了？那些提亲的人怎么办呢？还让他们白等吗？他们愿等就等呗，让他们等10年20年，我老了就没人再等了。阿爹，这还得按老规矩办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由不得他那么任性。不如这样吧，阿嫂，你明天挑几个像样的，让阿爹过目。阿爹觉得还行，那阿姐夫就有了呀。唉，小妹虽是倔强，但是她对阿爹的孝心还是有的。到时候南方的花轿上了门，咱们再大摆宴席，让乡里乡亲的人都来喝喜酒，她不会让阿爹下不了台的。哎，不行，默娘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不能这样办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你们还得慢慢的劝他。哎呀，这样先准备着。桂花啊，你再好好劝劝他，实在劝不了，咱们就这么办了。哦，阿爹呢也是心软，
我这个当阿嫂的不怕做恶人，何况我也是为他好呀。下去下去。龙王，慢点慢点。龙王，今天感觉好些了吗？好点了吗？每天都一样，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。哎，爱妃，几天没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哎，龙王，臣妾看你龙体长期欠安，心里无比难过。前一阵子听说人间大觉山有位专治疑难杂症的名医呢，这2天臣妾便跑了一趟大觉山，专为龙王寻医问药去了。那这位名医他说什么来着？臣妾把你的病症全都跟他说了，把你长期服用的药方给他看了，他说方子本身没有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呀？他说那病人一定是久居潮湿之处，长期见不着太阳，不接地气造成的。我这一想，哎呦，可不是嘛！龙王几千年在海底下住着，接不着地气，沾不着太阳，说的真准的。不准，一点都不准。你不是跟我一样在海底下住了几千年吗？为什么你没事？本王知道，人间的凡人不能不晒太阳，不能不接地气。可本王是神仙呐！哎呦，纵然是神仙，也少不了日月光华呀。日月光华这倒有点道理。龙王，臣妾想陪你到陆地上住几天，接接地气，晒晒太阳，看看对龙王的龙体有没有点好处。不行，我堂堂龙王到那个陆地上去，那成何体统啊！哎呦，人间的皇帝还微服私访呢，乔装打扮一番，谁能认出龙王你呢？也好，那咱们就学学人间皇帝微服私访，但不要兴师动众，不带护卫咱们俩是悄悄的去，再悄悄的回好，龙王你尽管放心，以臣妾的法力护驾，绰绰有余。好，那走吧。走。阿嫂，水快开了吧？阿爹和阿姐都去打鱼了。那好啊，今天招亲就我们俩说了算。还是阿嫂为主吧。少公多了打烂船，媒婆多了吵翻天，咱们得一个一个来，这样能听得真切，问得清楚，瞧得明白，看得仔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不管是来提亲的媒婆呢，还是来相亲的公子哥，全部都在院子里候着，然后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拿号排队，轮流进入正堂，再由我们2个主判官一一审判。好的呢，就进入下一轮；差的呢，就当场淘汰。这样才能不落下一个好的，也不错选一个差的。可以呀，这小奶奶瓜子还挺有主意的嘛。我为了给阿姐选一个如意郎君，可想了一晚上呢，比我自个儿相亲还用心呢，只怕阿姐还不领情呢。来，把碗都摆好哈。好。哎呀，这下好了。好了，桂花，准备就绪，开门迎客。遵命。阿嫂，出怪事了！快点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呀，
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啊，这下完了，烧了一大锅的开水，煮了大半斤的茶叶，全砸手里了呀！哎，这开水茶叶砸手里有什么要紧的？关键是咱小妹砸手里了。啊，对啊，这么多相亲提亲的，她都没能动心，这一下一个人都没有，她一定更来劲儿了，肯定会说反正没人要，索性不下算了。是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阿嫂，今天咱们村谁家杀猪啊？问这个干嘛？你还想买几斤猪肉招待姑爷呀？哎，谁家杀猪？咱们家的开水是现成的呀，正好泡猪去毛，省得他们再烧了呀。这不过年不过节的，谁家会杀猪啊？哎呀，你说这准备不充分吧，让人措手不及。今儿倒是准备充分了，还是让人措手不及。阿嫂，你过来看看。哟，默娘不嫁，媒婆和相亲者请回。谁这么缺德呀？诚心让阿姐嫁不出去啊？这还能有谁啊？这一看啊，就是默娘自己写的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个逐客令的作怪。哎，阿嫂，你还是进屋去做你主考官吧。人都没有，我考谁去啊？山人自有妙计。阿嫂还是回屋吧，耐心等着吧。走吧。这走。阿爹，你出门的时候怎么不叫我呀？阿爹就是怕你跟来，所以才背着你出来的。你怎么又跑来了？我也要出海打鱼啊，要不然阿嫂就又该说我了。你放着正事儿不干，赶紧回去。我既然来了，哪能回去啊？阿爹，今天我们就去望天仇海域打鱼吧，那儿的鱼最多了。望天仇，嗨，那儿风高浪急的啊，暗礁又多。哪个人只要一到了那片海域，那只能望天发愁了。咱们怎么能去啊？阿爹，你有我呢，怕什么？就算有你也不行啊！现在我们从这儿过去，那么远，到那儿也来不及啊！阿爹，来，到这儿来。哎，干什么？你看。哎，龙王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极了。哎呀，多亏夫人想得周到，叫我到陆地上来住几天，确实比海里强。在海里泡了几千年，浑身都泡软了，老胳膊老腿儿跟发面似的。你看看，我到了陆地以后，是吃得下、睡得着、拉得出，哎，腿骨都轻松了。想起当年向你求爱时跳的龙舞，哎，老爷，这是在陆地上，在凡间露馅儿了。哦，不过龙王啊，我扶你晒晒太阳啊。来，来这边坐。去，把老爷的药啊拿过来，我们接着吃药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那么好，还吃什么药？好。哎，夫人也请坐。哎呀，这阳光啊，真是3界之内最好的良药。不必郎中开方子，不要花钱掏银子，哎，而且要多少有多少。各位，人多嘴杂，互相碍事。一会儿呢，我叫到几号，几号就跟我进入正堂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好的。那还没有叫到号的呢，就请先歇着，咱们慢慢喝茶。下面有请1号。我是1号，进来吧。哎。
嫂，人来了。啊，你是1号，我是1号。哎，你说这1号进去那么久了，该不会是中了头彩吧？不会吧？阿傻，你提的这门亲我们也清楚了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我跟你们提的婚事，你不满意呀？哼，我走了。我走了。2号，是，谁是2号啊？我是2号。你是2号啊？是的。跟我进来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父王，父王您回来了。这几天在陆地上住着，龙体可好啊？哎，幸亏啊，你娘在陆地上找了名医治疗，本王一上岸呢，老毛病就好了一半了。睡得香，吃得下，拉得出，哎，真是有点啊，嘿，乐不思蜀了啊，不是。乐不思海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可以，父王啊，他毕竟是高贵的龙王啊，在人间的客栈上访，却也要什么没什么，哪儿比得上龙宫方便齐全呢？更何况龙王住人间的客栈里，世人得知堂堂的龙王啊，竟然住人间的客栈养病，岂不笑话？确实如此啊。所以你娘又让我回到龙宫来了。父王回宫，那岂不是又和从前一样？龙宫虽好，可是对父王的龙体不利，那更不合适啊。哎呀，要是这么说，父王还是合适在陆地上居住啊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该你了！啊，轮到我了。今天我交桃花运。交什么桃花运？交狗屎运也差不多，是轮到你上茅房的号了。啊，那你叫醒我干什么呀？我梦里正和新媳妇入洞房呢，你这破锣嗓子把我吵醒了，搞得我现在连洞房都入不了了，我亏大了我。赶紧上茅房去吧。16号，16号，到13号，到13号了啊！13号早就过了，你嚷嚷什么呀？不是16号，16号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我嚷嚷。你叫的不是提亲和相亲的号吗？我叫的呢是排队上茅房的号。上茅房也要叫号啊？我们这一大堆人喝了一下午茶了，不让上茅房那不应该吧？再说了，是不是？还一个，你们家这茅房就一个坑，怎么办？还有，我们这几十号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大姐有小姐，不排队那岂不是乱了套了？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我们学你啊，我们呢规矩就是拿号占坑。哦，我只想到你们要喝水，没有想到你们要排水。两边拿号。哎，好。现在有请16号，16号。谁？哎呦，我。你就是16号啊？跟我进来吧。好。黎公子是吧？啊，是。您稍坐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黎公子人不错，你觉得呢？这个吧，到底怎么样嘛？哎呀，这可是阿姐的终身大事，咱们一定得把好关，千万不能马虎。所以呢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不如这样吧，你问问他能不能生儿子啊？有一个姑娘家不好意思问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哎，阿嫂，这事儿可千万不能马虎啊。哎呀，也是。行，去问问。刚才姑娘说的我都听到了，你们不用问，我自己告诉你。
我既能生儿子，也能生女儿。因为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。什么？啊？你有老婆？啊？那你来起什么哄啊？就是嘛。没，我银子多呀，就是老婆少了点儿，才3个。我想纳个妾，我觉得林姑娘长得又好看又有本事，作为我的四房，我很满意。你这是什么人呐？我告诉你，你呀，赶紧走。别，我有银子，我银子多啊。哎，你让他赶紧走。你银子多是吧？啊。哎，林家的老母猪呢，刚刚生了10个崽。是吗？其中啊5个是母的。哎，不如你买回去做你的4房、5房、6房、7房、8房，刚刚好哎。不是，那个，咱们再商量。有什么可商量的？你的老丈母娘正在猪圈里等着你呢，你跟她商量去吧。你呀，赶紧走啊！哎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3条腿的蛤蟆我找不到，2条腿的女人满大街都是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什么人呢？